21岁时，西蒙德·波伏娃成为法国最权威大学的哲学考试中最年轻的考生。他出色地通过了考试，但在逐步掌握哲学原则后，他想要打破这些原则。他一直学习柏拉图的理性论，理性论否认物质世界实为非理性的反应，展示着更高的真理和不变的理念。在波伏娃看来，世俗生活迷人而感性，但是波澜不惊。他渴望充分地探索现实世界，这种渴望塑造了他的生活，并最终激发出一种全新的哲学观。让·保罗·萨特是德·波伏娃的亲密爱人和精神伴侣。波伏娃在两人无止境的辩论中探索着自由意志、渴望、权利和责任，以及个人经验的价值。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，这些想法融合成为与他们的作品关系最密切的思想流派——存在主义。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都宣扬人类天生带有命中注定的目的，而德·波伏娃和萨特提出了另一个具革命性的观点。他们认为人类生而自由，并不是为了实现神圣计划而存在。正如德·波伏娃所说，这种自由既是福赐，也是负担。在《模糊性的道德》一书中，他指出，我们最大的道德使命在于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，同时守护他人如此做的自由。正如德·波伏娃所写，仅仅为了否定自由本身的自由必须被摒弃。这一哲学要求学生从内部和外部探究人类欲望产生的模糊性和冲突。德·波伏娃在探索自己的人生目的时开始质疑，如果人人都有权自由追求人生的意义，那为什么他会受到社会对女性理想的束缚呢？德·波伏娃著述丰富，并且积极参与教学和行动，但仍然难以得到男性同事的重视。他脱离了天主教家庭的束缚以及他人对他婚姻的期待，进入大学学习，撰写自传、小说和哲学论文。他为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承担了很多风险，而这些风险在他的很多男性同行这里完全不存在。他们视这些自由为理所当然。在学术上，他们对于德·波伏娃的作品毫无兴趣，因为这些作品探索的是女性的内心活动，以及作者的开放式关系和双性恋。为了表明自己观点的重要性，德·波伏娃在他最具挑战性的著作里做了阐释。他曾经奠定了存在主义的基石，而现在他要重新定义性别的边界。他在1949年出版的《第二性》中指出，和生命的意义一样，我们的性别也不是预先注定的。正如德·波伏娃的名言，女人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后天形成的。他指出，后天形成女性指的是成为他者。德·波伏娃将他者化定义为将女性标签化的过程，将女性标识为不如男性，而在历史上一直由男性自己把男性定义为理想的人类个体。身为他者，女性被视为低于男性，因此在追求自由时会受到体制上的限制。第二性成为女权主义里程碑式的著作，书中提供了关于女性受压迫的详细历史和大量的传闻佐证。第二性融合了个人经历和哲学思想，产生了谈论女权主义理论的全新语言。直到今天，这些谈话仍然深受德·波伏娃的启发。他坚持认为，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，哲学和生活息息相关。当然，和任何基础原理著作一样，第二性出版后，书中的观点已逐渐传播开来。许多现代思想家都探究了德·波伏娃未认知到的人类被区别对待的其他形式，这包括种族和经济的认同感，以及我们如今对性别和性认同更广泛的认知。德·波伏娃对后世的影响也是褒贬不一。他被所执教大学的2名学生指控为有不当性行为，面对这些指控，他因滥用职权而被吊销了教师证。或多或少，德·波伏娃的一生是富有争议的，而他的作品也代表了早期女权主义萌芽时那个富有争议的时期。他一生都处于这些争论之中，同时撰写小说、哲学著作和自传不辍，直到1986年与世长辞。如今他的著作提供了一种哲学表达方式，让大家可以重新想象、重新审视以及反对驳斥。这位革命性的思想者倘若在世，或许会很欢迎这样的反应。观看视频，不断提升逻辑推理能力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或许某一天您会需要运用这些工具来解决道德困境。